Hello， 大家好，我是小P。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 DC 手牌投稿解析。我们挑选了6位玩家的手牌投稿。这些手牌，如果说大家玩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区一起讨论。手牌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Lab 扑克实验室的网站上线啦。那这个网站呢，最主要还有扑克文章、扑克新闻，最重要的是呢，它有专属的会员订阅影音服务。如果说你订阅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的决赛桌影片，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用电脑软体去做一些手牌解析的相关影片。如果说你对于学习扑克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下方资讯来观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手牌投稿。第一手牌，投稿人 Baby 要。他的问题是12.5块的猎人赛6人桌已经进入前圈，然后下一个奖励的 Pay Jump 呢，我觉得没什么关联。Bottom 位加注2个大盲，这个玩家呢，他在小盲位拿1对13个大盲选择 All In， 他想要问说，在小盲位的13个大盲55可不可以 All In， 还是说要10个大盲以下会更好？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在小盲位面对 Bottom 位的加注的时候呢，我们要可以 all in 什么样的范围哦？如果说是20个大盲以内的话呢，所有的对子都可以 all in。然后呢，不同花的 A 的话，我觉得至少要是 A4、A5 不同花，任何的同花 A 任何2张10以上的同花牌比如说 K10、Q10、10J 同花，可以选择扣，也可以选择 all in， 这些都是正 EV 的 all in 范围。低于20个大盲的话，我们推的范围呢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这些牌都可以推到20个大盲的话呢，55绝对落在可以 all in 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也觉得 all in 绝对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会比跟注来的好。原因是因为小对子呢，其实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呢，跟注其实非常的不好处理再加上你又没有位置你是小盲位，然后大盲的位呢可能会跟进来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动作，都会影响到你的决策。所以我认为在20个大盲以内的小对子呢，直觉呢都是可以直接 all in。那我们看一下第2手牌，投稿者的名称是2个等于，他在大盲位。他有22个大盲，他拿了 K10 同花，8人桌的 UTG 加注，小盲位 all in 9个大盲，他在这边就要做出一个决策。UTG 是一个筹码很多的玩家，他有80个大盲，他选择了一个最小加注，然后小盲位 all in 9个大盲，他到底该不该扣或是 all in？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什么？我们就要想其他2位玩家的范围，我们才能定义我们继续的范围。如果说 UTG 加注的范围的话，我就预设的范围大概会是20%左右。那小盲位9个大盲，它可以 all in 什么牌？我认为它至少要最弱要是 A10 不同花、KQ 不同花，2张同花以上的牌，然后所有的对子。可能2233不一定会，但我觉得也不会到太差。可能一些同花 A 好一点的，可能 A5 同花以上。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第一个，其实小盲位 all in 的范围呢，都是领先你的 K10 同花，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担心什么？担心 UTG 加注的玩家可能会有大牌，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 K10 同花呢，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你当下选择了 all in，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不应该的打法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猎人牌嘛。如果说你今天对不对想要隔离这个小盲位，为了还拿一个猎人牌，那我可能觉得说，还说得过去。实际上看到什么状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 all in 了之后 ，UTG 的加注玩家也跟注所以是一个3人 all in 的状况。UTG 玩家是33，然后小盲位是 J9 不同花，33跟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糟。小盲位的 J9 不同花 all in 也是非常的糟。问题就在于 UTG 的玩家他的33的范围还是领先你，就知道就是说K10就是他不适合做一个这样子隔离的加注。那小盲位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他问说 UTG 利用筹码优势打是对的吗？是错的。UTG 的玩家其实这个动作呢是一个失误，但我认为他的 K10 同花呢其实也是太弱。他如果今天要推到同花 K 的话，我觉得至少会是一个 KQ 同花。不同花的手牌的话，基本上我觉得 A10 不同花、AJ 不同花、KQ 不同花都会弃牌。也就是说，我们在大盲位会 all in 的范围只会有 AQ 不同花。还有 AK 不同花，只会有这2个手牌。那当然，我认为对子的话，可能至少会是一个77以上的对子，88以上的对子才会 all in。第3手牌，这个人玩家的名称叫做 Chen， 他问他在8人桌的 UTG， 他有44个大盲，他拿了1对8，
他的想法是现在的状况呢是剩下2桌，然后他说他是 chip leader 啊，筹码很多，想了一下之后选择 all in。他自己讲了，他觉得88很边缘，但是他还是选择了 all in。这就是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是对的，他很边缘，他不应该 all in。你问我说88 all in 是不是正 EV 啊，或者是其他的动作比较好？其实当我们的筹码量呢高于20个大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直接 all in 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要玩的牌呢，就选择最小家族。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会有 all in 的策略。那你问我88是不是40个大盲正 EV 的 all in 呢？我觉得不是啊。虽然说我不会去查表格说40个大盲可以 all in 什么牌，因为不会有人这样做。但我非常的确定，就是我记得 UTG 20个大盲正 EV 的 all in 的范围是接近到99的对子，所以你的筹码量更多的话呢，只会推更窄的范围，不会推更宽的范围。所以我很确定这个40个大盲的88不是正 EV 的 all in。然后呢，他遇到的是什么状况？就是他 all in 之后呢，小盲有34个大盲也 all in， 然后小盲是一对 Q， 所以他就输了，所以他来问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玩的牌呢，我们就选择最小的家族，我们不会有直接 all in 的策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千万不要拿这种对子直接 all in。这也是很多玩家会有的一个失误啊，就是他不知道预设范围的加注的策略，所以会导致说他会照自己的心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就说我觉得这个1对8我看起来好像可以 all in 就 all in， 但实际上我会建议大家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表格，让大家知道说，我在 UTG 我要玩哪一些手牌范围，先有一个概念啊，才不会说，我当下是看到牌在做决定。扑克玩家其实都已经先做好了。知道我要怎么做决定之后，再到牌桌上去做决定，而不是说我看到了牌才想说，这手牌我要怎么打，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下一手牌投稿者的名称啊 ，Teddy， 他在8人桌的大盲位，他有14个大盲，他拿了 A6 不同花。状况是遇到小盲位 Lim， 他有14个大盲，他拿 A6 不同花，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当下的决策呢是选择了直接 all in， 他遇到了小盲位的 King Queen 同花。然后 King Queen 同花跟了嘛，然后他输了，所以他来问说他这里该不该 all in， 因为他有跟朋友一起讨论，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那他想要知道说我的想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小盲位的 limp 平跟呢，有的玩家会有大牌，然后有的玩家他 limp 就是一些比较弱的牌。不管怎么样呢 ，A6 不同花对上小盲的 limp 绝对都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 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他可不可以 all in， 他可以，而且他是正 EV，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那问题是在于，如果说这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 代表我们每一次都会 all in 吗？这也不一定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还要考虑到的是，如果说当今天我们 check 了之后呢，我们会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嘛，因为小盲位它是必须要先动作，我们在大盲位是后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有位置优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打一些翻牌后，其实是有可能会有更有优势。这个要怎么样去做决策呢？是根据你的状况。或所以你的状况是你对于你的翻牌后的技术有没有自信？如果说你认为你翻牌后打得赢这个玩家，那我可能不会推太宽的范围。你的技术是翻牌后嘛？那你要干嘛？你就是要打到翻牌后嘛？那你就是要过牌，然后打一个翻牌后，也是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如果你只问这个可不可以 all in 啊，答案是可以的，你没有做错，只是运气不好。而且对方事实上也跟了 KQ 同花嘛，也是跟了一个比你弱的手牌，然后只是你运气不好输了。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手牌，下一手牌比较复杂一点，它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8人桌啊 ，low jack 位的对手，他有160个大盲，选择加注。我们这个投稿的玩家呢，他在 bottom 位拿了1对8，他有100个大盲，选择跟注。大盲位有57个大盲的玩家也选择跟注。翻牌是 KQ2， 有一张红桃，3位玩家都 check。转牌是一张红桃 K， 大盲位 check。low jack 位玩家下注了3个大盲，底池大约是9个大盲。bottom 位的玩家拿1对8，选择了跟注。大盲位玩家也跟注。合牌来了一张红桃8，代表说3张红桃在上面。大盲位 check，low jack 位玩家呢下注了9个大盲，大约是半个底池。我们的玩家他击中了合牌的 full house， 所以他选择加注到21个大盲。这个时候大盲位玩家 all in 51个大盲。最重要的是，原本这个 low jack 位筹码最多的玩家呢，也选择 all in， 也就是说他合牌面对了一个下注，他加注之后呢，2位玩家 all in。他问说这把牌他该不该跟注？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大的 full house 应该就是一个明确的跟注啊。如果说真的输了 KQ、KKQQ 的话，我觉得输了就输了。但是我们还赢很多牌，重点是因为翻牌没有下注，所以转牌的2张红桃呢，有人下注有人跟注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这2位玩家都有击中了后门同花的机会啊。再加上对方如果有3条 K 的话，
很有可能也会支付你的筹码量。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这2位玩家虽然说都 all in， 但是有没有可能还比你还要弱啊？是非常有可能啊。所以我认为这个1对8呢是必须要跟住。那我们的玩家是选择了弃牌，我觉得太保守，但是也不是说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只是你问我意见的话，我会觉得是要跟住的。下一手牌是最后一手牌，它的名称叫做史蒂芬·齐维克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玩家，但我在猜这是假的名字哈。然后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翻牌前的状况，他遇到了对手在8人桌的 UTG 选择了加注，他的对手呢有80几个大盲，然后我们的这个玩家呢只有52个大盲，然后他在 low 价位拿 AK 同花，他的问题是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5个大盲，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下注尺寸，他被对手选择了4次下注到22个大盲，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有几个想法，他说他认为他不能盖牌，他选择是扣。但是会不会有 4倍 all in 的选项？这个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在这个 UTG 的位置呢，你在 low 价位置的3次下注呢，这2个位置都是最前面的位置，也就是说2个人的范围都非常的紧。然后 UTG 的4次下注呢，基本上就是完全不会有炸胡，而且是完全的领先这个 AK 同花的范围。但如果说我是他的话，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个职业玩家或是一个很厉害的玩家，那我可能应该会考虑还是可以 all in。但我觉得跟注有没有跟注的好处是有的原因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样，就假设他真的有一个4次下注的炸胡，我们还是可以跟注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这手牌呢跟注也是正 EV 的 ，all in 也是正 EV 的，我觉得都没有打错。最主要3次下注的尺寸，他选择加注到5个大盲，我觉得比较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预设策略呢，我觉得至少会是加到6到7个大盲，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如果说你真的有炸胡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才可以让对方弃牌。你加注到5个大盲，代表说你不大会有炸胡的选项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策略其实不是很好，因为你的弃牌率不够高。大概就是一些小细节重点是他选择了跟注，然后翻牌是一个 Q92， 然后有一张梅花，它是 AK 梅花。这个时候对手选择 all in， 这个翻牌对你来讲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弃牌。他自己也弃牌，只是他想说，如果我每次都弃牌的话，会不会被别人攻击？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攻击你，因为当你3次下注的时候，你的范围就非常的紧，你有可能会有大牌，你会有 AAKK， 有可能会选择跟注，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容易找到比这个 AK 还要更好的手牌去跟注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弃牌，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讲了6个手牌，大部分呢都会是一些翻牌前比较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在翻牌之后呢，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是很常见，连我自己其实翻牌前都还在学习所以应该翻牌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大家记得要去看一些相关的表格，然后去了解一下说翻牌前的这一些范围。好，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说你想要投稿手牌的话呢，记得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那我们会持续的更新这个系列。但是记得我的投稿的手牌的资讯越完整越好，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更合理的分析。我是小 P，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大家拜拜。